你穿越盜墓世界，逛遍了潘家園，沒遇到一個書中所說的名人，無所事事的你穿行於各個大墓，你恐怖的身手很快在圈內傳開了名聲。但你把墓裡的文物都全上交給國家，幫助華夏找回失去的千年歷史，以無名之身封國事之後便消失了。18年後大墓頻現，考古隊力不從心，為破局，考古院邀女星楊悠悠加盟搞直播吸金。不料你18歲女兒葉靈兒直播遊戲時，意外翻出你的夏目日記，日記內容曝光，全網震動。此時遊戲房內，女兒葉玲玲拿起手機，點開直播賬號，嘴角掛着俏皮的笑。葉玲玲看着稀疏的彈幕，漸漸覺得有些無聊，正準備關掉，可手指一滑，悟出了切換鏡頭，攝像頭將她胸前掛着的狼爪狀吊墜拍進了畫面。葉玲玲正要關閉，手機卻卡頓了，恰好瞥見這條彈幕，頓時來了興致。吊墜行啊，她麻利地將鏡頭切回來，取下吊墜放到毛毯上，語氣大方又隨意。喏，你看。隨着手機鏡頭聚焦到吊墜上，直播間在線人數開始節節攀升，轉瞬突破1萬。葉玲玲有些詫異，隨即唇角上揚，一種莫名的成就感湧上心頭。某地方考古研究所內，青年學者畢衝盯着手機屏幕上的狼爪狀吊墜，坐不住了。摸金符，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摸金符？怎麼可能？贗品吧？不對，這制作工藝不是現代人能做到的，是真貨，是真貨。如今上面正大力發展考古，廣招能人投身考古事業。而最有能力的無疑就是傳說中的摸金四派，可根據一些土預告的說法，摸金四派早已失傳，因此考古工作即便大力推廣，也始終難有突破。可現在這枚摸金符的出現，無疑意味着什麼？畢衝當即在屏幕上敲下文字：“小姐姐，請問一下，這吊墜是誰給的？”直播間熱度還在攀升，畢衝的這句詢問，恰恰是此刻水友們共同的疑惑。起初刷到直播間的人只是好奇，為什麼會有頂着官方頭銜的考古學者在這裡徘徊。直到看見評論區裡摸金符之類的字眼，眾人一查才知道那是摸金校尉的信物，傳世僅有3枚。我爸給的呀。這番話一出，彈幕區頓時安靜了幾秒。畢衝又打出一行字：“小姐姐，你爸爸叫什麼名字？是做什麼的？”葉玲玲看着屏幕，眉頭輕輕一挑，忽然想起老爸之前的叮囑：遇到陌生人打聽家裡的事，能繞就繞，別什麼都說。她笑了笑，語氣裡帶着幾分調皮：“當然是叫爸爸，不然叫媽媽嗎？”彈幕區再次沉默。考古研究所裡的畢衝嘴角抽了抽，這姑娘不太好糊弄。但他轉念一想，又追問了一句：“那你家裡還有沒有別的類似的東西？我挺好奇的。”這條彈幕飄出來時，葉玲玲看了眼不斷上漲的人氣，心底那股分享欲又冒了出來。原來你們對我的吊墜這麼感興趣啊！她笑了笑，語氣帶着點傲嬌。行吧，實話告訴你們，我爸有個密室，裡面好多好玩的東西，你們想看看嗎？這話一出，水友們的好奇心瞬間被引爆。如果真的能看到，說不定就能大致判斷出他父親到底是什麼路數了。葉玲玲看着滿屏滾動的彈幕，有些驚訝地睜大眼，隨即笑了起来。火了，这要是火了，以後零花錢是不是不用愁了？但他還是穩住心神，腦海裡又浮現老爸的話：天上不會掉餡餅，除非你自己已經吃到了餡餅。不過嘛，你們越想看，我偏不給看，誰讓你們光說不表示表示？這副俏皮模樣讓水友們又急又癢，幾個口袋殷實的水友忍不住直接刷了幾發火箭，彈幕也隨之飄起：妹妹，皮膚叔叔承包了，快帶我們看看密室，原神新版本叔叔也承包了，帶路吧。滿屏的火箭特效讓葉玲玲愣了愣，她當然知道火箭代表什麼。以前看直播時，看到主播阿姨一收到火箭就拼命感謝，說明能換好多好東西。謝謝各位金主爸爸，行，這就帶你們去看看。她對自家老爸越發佩服，不愧是老爸，就是有本事。與此同時，千葉別墅區外，葉凡清正朝着肯基基走去。一到飯點，這家店總是忙得不行，如果不是女兒想吃，他實在不願意排隊。排隊時，他注意到周圍不少人都在看考古直播，但他沒什麼興趣，畢竟當年隱退，很大原因就是已經沒有值得他出手的古墓了，索性功成身退。現在的墓，考古隊努力也能開發，如果不能，那也沒辦法，他百無聊賴的張望。隨後被一旁下圍棋的2個年輕人吸引了注意力，旁邊捧着手機看直播的青年正對着屏幕裡的楊悠悠嘖嘖讚嘆，不愧是大秘密，也不知道最後誰取了，真有福氣。另一邊，火箭特效讓葉玲玲笑逐颜開。好嘞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他拿起手機邁開步子出了遊戲房，鏡頭切換成長長的廊道，他語氣輕快，帶着幾分調侃：別急啊各位，我家稍微大了點，得跑到樓下地下室去。剛才那幾個還以為用金錢收買了葉玲玲的水友，此刻已經看傻了眼。我操，這是別墅吧？多大面積？這條走廊我都能練50米短跑了。這姑娘高興純粹是因為看到火箭特效吧？要是知道才幾千塊一發，估計理都不理咱們。彈幕裡滿是震驚，這就是傳說中的生在羅馬，我的天！下一秒，手機鏡頭在廊道中劃過，兩側牆面掛着一幅幅畫作。不擅長運動的葉玲玲沒走幾步就放緩了腳步，看彈幕都在催她把鏡頭對準那些畫，她微微歪頭，有些不解。畫？這些畫有皮膚好看嗎？葉玲玲瞥見彈幕上一片震驚，優越感隱隱升了起來，嘴上卻不饒人。你們家連這種畫都沒有嗎？好可憐啊！快讓爸媽去買呀！一幅一幅的展示過去，越展示，直播間熱度越是瘋漲。
神特確定，一看有名不去領，我們都動小賣不進洗手的啞了。對賣，但是100%絕對是盜墓賊家的孩子，看樣的金田襲了，必須110伺候，得抓去考古前線探索墓葬。縱然彈幕沸騰，葉玲玲也沒有太留意，只是把家裡看上去好看的東西全拍進了鏡頭。當直播間熱度突破100萬，小數點不再顯示後，她眨了眨眼，笑着說：“行啦行啦，還是帶你們去密室吧，讓你們看看我爸的寶貝。”這話一出，期待感被徹底拉滿，熱度再度飆升。地方考古研究所內，毕衝看着那一幅幅富含歷史底蘊的畫作，呼吸越來越急促。好，这盗墓的还真有一手，这些东西一看就是挥霍。当年有个我爸叫李刚，如今又來了個小姑娘抱盜墓賊老爸，很好很好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穩定情緒。喂，老王，這裡有一樁天大的文物走私案，感不感興趣？呵呵，不急，你先用天網系統定位快鬥 APP 上一個叫小天才的正在直播的用戶。對，當事人應該不在。是這姑娘誤打誤撞開直播炫耀皮膚，結果把家裡的古董文物全給曝光了。抓緊時間，別被別人搶先了。做完這些，畢衝嘴角微微上揚。原本還想着怎麼去引薦這樣一位摸金校尉，現在哪裡還需要引薦？這叫戴罪立功，自己的履歷上也能狠狠加上一筆。他切換 App 回到直播間，看着畫面中不斷閃過各種名貴古董，嘴角還是忍不住抽搐。這盜墓的到底偷了多少國寶？太可惡了！他的雙手緩緩握成拳，已經徹底帶入進去。老王，怎麼了？幾分鐘手機響起，喂，定位到了。那邊離你很近，畢衝，你確定沒搞錯？確定這個小天才是盜墓賊？確定走私文物啊？到底怎麼回事？你說清楚。這個 IP 地址在旭城千葉別墅，千葉別墅知道吧？有錢都買不到房子的地方。話說到這份上，應該明白了吧？不是，等等，千葉別墅他當然知道，那是華國有名的富豪小區。這裡的富豪不僅僅是財富的象徵，更是社會地位的象徵，甚至意味着對國家做出過重要貢獻。曾經就有科研專家因研發出3納米芯片被特批贈送一套，這就是含金量。可一個偷盜文物的盜墓賊，怎麼可能住在那種地方？總不可能說這個盜墓賊還做出過什麼偉大的貢獻吧？光想就知道不可能，這裡面絕對有蹊蹺。老王那邊已經掛了電話，各位看好了，我爸這個密室門可有意思了。而此刻跑了數分鐘才終於到地下室的葉玲玲，已經準備打開密室了。評論區彈幕依舊火熱，那一件件古董的出現已經讓水友們大開眼界。現在葉玲玲的話更是把期待值拉滿。直播畫面中，葉玲玲站在一扇門前，乍看沒什麼特別，可當她抬手觸碰牆壁，那整面牆竟像水面泛起漣漪一般開始晃動，隨即從中間緩緩分開。唰，怎麼樣，帥不帥？是不是從來沒見過？你們好可憐啊！直播間的水友們徹底沉默了。這種開門方式，他們並不是沒見過，反而經常會在一種直播裡看到。考古直播，我操！這姑娘她爸到底是幹什麼的？居然在家搞這種機關門，開什麼國際玩笑？之前有專家分析過，這種絲滑的榫卯結構機關門，以現在的科研技術都復刻不出來。兄弟們，你們說他爸該不會是把人家古墓大門都偷回來了吧？光手工技藝那關就已經難倒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了。直播效果愈演愈烈，熱度水漲船高。葉玲玲看着已成殘影的彈幕，已經完全看不清水友們在說什麼了，索性不再去看，笑着推開那扇神秘的門。各位，你們爸難道沒給你們留個秘密基地嗎？快看！這就是我爸留給我的，怎麼樣，帥不帥？下一秒，直播畫面上出現了各種洛陽鏟、飛虎鈎、爬山梯、各類型軟甲，凡是能想象到的盜墓裝備，這密室裡幾乎一應俱全。這一刻，全直播間的水友們小腦都萎縮了。瘋了吧？你管這叫秘密基地？這分明是盜墓基地！實錘了，實錘了！你爸果然就是摸金校尉，還是資深的那種。好，恭喜這位同學，憑實力送你爸去踩縫紉機。彈幕瞬間炸了，隨着直播被推到首頁推薦，更大一批流量湧入。個、十、百、千、萬。好多人啊！他朝鏡頭揮了手，語氣裡滿是得意，就等着回頭跟朋友炫耀自己也是大主播了。不過人一多，不和諧的聲音也冒了出來。盜墓賊，這年頭怎麼可能還有地下盜墓賊？真有本事早被有關部門吸納走了。那麼多文物全擺家裡，總不可能永遠沒客人來吧？一來人不就瞞不住了？所以我覺得肯定是假的。沒錯，那些所謂古董80%都是高仿贗品。現在不少有錢人就喜歡弄這個，也不一定是故意買贗品，可能是自己看走眼當真貨買了。水友們你一言我一語，原本心情大好的葉玲玲看到滿屏質疑，臉色沉了下來。什麼啊？怎麼可能是假的？那些東西都是我爸帶回來的，全是真貨，全是。直播間水友們看着他較真的樣子，覺得好笑。一小孩懂什麼真假？你們看這鏟子，肯定不是假的。直播畫面上，那把洛陽鏟上明顯有不少殘留泥土。有點意思，這道具做舊還挺像回事，比那些盜墓電影強多了。葉玲玲看着彈幕，心裡越發不舒服。她可以接受別人說自己頑皮、不夠漂亮、不夠可愛，但最不能忍的就是對老爸的質疑。此時此刻，那股不服輸的勁兒徹底被激起來了。你們快看，這些東西怎麼可能是假的？怎麼可能是假的？隨着一件件夏目所需道具呈現，直播間的水友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測。什麼盜墓賊？分明就是民間手工藝人，或者是個盜墓電影的狂人愛好者。光看這些道具的精良程度和做舊工藝，確實有2把刷子。而身處地方考古研究所裡的畢衝，原本堅信這一定是個盜墓賊，現在看着彈幕分析，
也有些動搖了。盜墓電影狂熱愛好者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希望就又要破滅了。他正遺憾着，忽然一件精美內甲出現在直播畫面中。绝子攀山甲，這是傳說中摸金四派之中搬山道人所擁有的軟甲，這是真貨！我的親娘！摸金各派都有絕活，世人大多沒見過，但這絕子攀山甲曾出現過一次，在一次導懂大會上，我有幸見過，也見識了他的厲害。啊，還真會動！葉玲玲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了一跳，身體往後一退，沒站穩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砰的一聲，右手不小心碰到了旁邊的東西，咔嚓，下一秒地面開始輕微顫動，像地震一樣，不過只持續了一小會兒就停了。這點變化沒引起葉玲玲的注意，她趕緊爬起來查看手機有沒有摔壞，結果一抬頭，滿屏的震驚彈幕撲面而來。我操，開玩笑的吧？這居然是真貨！好家伙，如果說這一件彌足珍貴的绝子攀山甲都是真貨，那刚才看到的一切豈不是都有可能？媽耶，我刚才居然覺得這是假的，太扯淡了！老王，有沒有在看直播？那個小天才的直播？看到了，這特娘絕對是一等功！你等着，等抓到人，我第一時間送到你們研究所，為華國考古事業帶队亮功。立聰，我年終评职稱全看你了。畢衝感慨地掛斷電話，心中那團剛熄滅不久的火又重新燃燒起來。既然已經確定這就是一個盜墓賊，那接下來就看對方的技術到底到了哪一層面，能不能幫考古隊破解目前的困局。如果能，那他的職稱就穩了。他正想着，直播畫面上已經換了一件展示品，是一把黑漆漆的傘，看着平平無奇，但屏幕裡似乎都透出一股濃厚渾濁的氣息，讓人望而生畏。一把破雨傘，我尼瑪！傳世不過3把的金剛傘，祖宗，你爸到底是誰？你爸難不成是搬山道人？不對，搬山道人怎麼可能還拿着一枚摸金符？開什麼國際玩笑？不止八一情緒激動，好幾個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土法子也紛紛冒頭。什麼金剛傘？真是金剛傘，這座公之至地，絕對沒錯。曾經有一回我下墓，遇到邪氣，遇到凶險，差點被造妻搞死，還好有個神秘人用金剛傘直接擋下。咱不也小时候在他奶奶家见过，就是这样。上面那股震慑力絕對是真貨。我操，全是土炮子！你們這幫家伙光看直播也知道踴躍報名參加考古隊，一點也不為國家着想，道德綁架雖遲但到。往常這時候那些土炮子都會果斷開溜，但這次不一樣，他們似乎看到了一位地下王者歸來前的徵兆。摸金符、金剛傘、絕子攀山甲，每一件都是夏目利器。當這些東西聚集在一個人身上時，意義可就太大了。葉玲玲看着滿屏的激動與爭執，很多詞她其實不太懂，但有一點很明顯，好像沒人質疑老爸了。我就说了吧，我爸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假的？而且我爸還娶了大明星楊悠悠呢。原本還沉浸在震撼中的水友們聽到這句話，當場有些崩不摞。好家伙，直接開始扯犢子了，還娶了大明星楊悠悠。你爸是土法子，我現在能信，但要說娶了悠悠，打死也不信。我操！哼，不信？行，這就去給你們看親親照片。真的假的？這話一出，直播間的水友們反而有些懵了，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。結果葉玲玲轉身想去開門時，驚愕地發現門打不開了。咦，怎麼回事？這扇門之前就是這麼開的啊，怎麼現在開不起來了？太奇怪了吧！哎呀，這就尷尬了。葉玲玲看着彈幕，氣得牙癢癢，但仔細一想，媽媽確實告誡過不能把身份說出去。一想到這裡，背脊頓時冒起一層冷汗。好險好險，還好這些笨叔叔都當成假的了。他長舒一口氣，索性轉移話題，繼續炫耀老爸的裝備。對了，給你們看看我爸的印章，這印章還挺帥的，下面還有刻字，什麼天官賜福百無禁忌來着。隨着幾位土夫子的震驚言論，不少水友滿頭問號，地下這幫家伙為什麼對一枚印章這麼激動？如果只是尋常印章，確實想刻什麼就刻什麼，但如果刻的是天官賜福百無禁忌，那意義就完全不同了。摸金四派分作摸金、搬山、謝靈以及發丘，其中發丘指的就是发丘天官掌握着一種印，名為发丘印，是地下倒斗行当裡代表最高權力的信物。想知道更多詳情，自己去百度，這方面的資料當年那位已經從墓裡帶了出來。所以一句話，這印章要是真貨，那這姑娘的爸爸恐怕來頭極大。一番科普讓水友們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地方考古研究所裡，畢衝看着彈幕，心頭微微一驚。作為考古工作者，他向來瞧不上地下行當裡的那些人，但聽着八一的介紹，對发丘印也算是有了個大致概念。可同時，他也不太相信一個擁有摸金符的人還能同時擁有发丘印。可如果兩者都是真的，那豈不是說此人的本事會不會比當年那位還厲害？一想到這裡，畢衝的心情激動起來。這位盜墓的越強，他的年終職稱評選就越有幾。直播畫面上，葉玲玲沒怎麼關注彈幕，徑直走到工作台前，把平時老爸練字用來壓紙的印章拿起來，湊到鏡頭前。你們看，這就是我爸壓紙用的。
隨着那枚狼頭造型的銅印章出現在畫面中，彈幕議論更加激烈。狼頭造型銅印章，下刻天官賜福，百無禁忌，光一眼便讓人心中生畏，居然在这姑娘爸爸手上。他爸爸到底是什么人？弹幕落下，直播间陷入短暂沉寂。我操！同时是摸金校尉，还是搬山浩道，更是发丘天官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但凡能有一门传承，就已是地下倒斗行当的翘楚。这人同时身怀3派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同学，你爸到底是谁？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快告訴叔叔们，有没有黑客？赶紧扒出来！这样的人物必須弄進考古事業，發光發下。我爸叫爸爸，你們這都不知道？叔叔們，你們好傻哦！一句話直接把水友們都整不會了，可又拿他沒辦法，於是彈幕開始瘋狂呼叫畢衝，讓他趕緊去聯繫對方。畢衝此刻也內心焦急，身懷摸金3派傳承的島洞人，對考古隊發掘墓葬絕對有極強的助力，必須要拿下。喂，老王，現在情況怎麼樣？到千葉別墅區了嗎？老畢，你真不知道這地方的分量。我雖然拿着9527的名號過來，可門口保安根本不認，還反過來給我土法律，非要我出示搜查令，不然就報警。我他媽當場差點跟他打起來，報什麼警？我就是，這不明擺着不讓進，現在別說人了，連小區都進不了。畢衝聽得心頭一震，以前也聽過千葉別墅區的傳聞，但沒想到居然特殊到這種地步。其他小區亮出證件肯定放行，可這裡，老王，剛才直播你沒看到，那小天才的爸爸居然還是一位發丘天官，相當於集合3門摸金技術於一身的人物。這種人一定要弄到考古隊裡。什麼？還是個摸金校尉？我特麼，這可是一個半的1等功了！不管了，我這就翻牆進去，有什麼事後面再說。本來還在聯繫技術部查小天才這個身份，但那邊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居然顯示權限不夠。等我拿到確切消息再告訴你。行。畢衝掛斷電話，腦海中卻反覆回盪着那句權限不夠，是系統錯誤，還是說這人的身份真的特殊到上面需要保密了？想到這裡，畢衝忽然有種汗毛倒豎的感覺。等一下哈，我先削個蘋果。我爸這把水果刀削蘋果特好用，你們也可以去買一把。他把手機換了個角度拍自己，卻刻意沒露臉，只拍到穿校服的半個身子，然後嫻熟地開始削蘋果。然而他沒注意到的是，直播間熱度又一次飆升到了新高度。我操，這特麼是什麼？沒記錯的話，這是謝嶺魁首小神風，絕對沒錯。曾在一位謝嶺前輩家中看過小神風的畫像，他說一旦神風現世，就算一把老骨頭也要站起來拜見魁首。謝嶺魁首之物啊！不是，這姑娘家裡人到底是誰？為什麼還會擁有小神風？難不成還是一位謝嶺魁首？開什麼國際玩笑？虛城13小，我操，這是校服！快，有沒有誰家孩子在虛城13小的？一時間，葉玲玲的校服被認出，學校名字被曝光，水友們都開始激動地四處打聽，相關熱搜立刻竄上微博熱搜榜，熱度之高，壓着今天發歌的王崩滿臉黑線。虛城13小的校長更是一頭霧水，心說學校裡的孩子都本本分分的，誰家老爸會是盜墓的？葉玲玲似乎也注意到校服露了出來，腦海中猛地冒出老爸的話，不管拍什麼照片都要注意隱私，絕對不能洩露，不然會有怪叔叔來抓。一想到這兒，他立刻把鏡頭翻轉過去，長舒一口氣。好險好險，幸好這些叔叔都是大笨蛋。聲音不大，卻剛好讓水友們聽見。好家伙，這丫頭居然罵我們，囂張，太囂張了！這不得趕緊扒出來揍批評？等等，鐵子們，你們看那個日記本上面怎麼寫着“考古日記”？難道說這是那位前輩的日記？一時間，所有人注意力都被吸引過去。我操，考古日記？什麼考古日記？分明就是盜墓日記吧！好家伙！好奇心又被勾起來了，這裡面恐怕記錄了那位摸金千萬頁的過往吧。同學別吃蘋果了，趕緊翻開你爸的日記本給叔叔們看看，裡面到底寫了什麼。在陣陣呼喚聲中，葉玲玲也瞥見了那本老爸從來不讓碰的日記本，她丟下小神風和蘋果，拿起日記本。什麼爸爸的考古日記？這是我的盜墓日記。我尼瑪！好，太孝順了，好孩子，快打開盜墓日記給叔叔們看看，爸還能再加幾年。考古研究所裡，畢衝的嘴角已經抽搐得快抽筋了，心說這老爸還真是心大，這種記錄犯罪過程的日記居然敢直接放在工作桌台上，還敢讓女兒隨便拿到。可他臉上也不由自主地浮現出興奮之色，只要這盜墓日記裡展現的犯罪事實越多，之後讓這位老爸戴罪立功也就越順理成章。反觀葉玲玲，壓根兒不知道踩縫紉機是什麼意思。好，那就讓我爸多踩幾年。話落，直播間滿屏都是孝順，太孝順的彈幕。葉玲玲揚起嘴角，笑容比 AK 還難壓。天氣晴，今天老王告訴我在西邊有一座古墓被發現了。這入墓第一句直接震得水友們心潮澎湃。鏡頭緩緩下滑，葉玲玲繼續念道：西邊的墓想來也是挺重要，也就去了，在那邊找了個向導，誰知道這老東西居然想謀財害命，沒辦法，只好把對方嘎了。言簡意賅的一行字，讓直播間瞬間陷入沉默。葉玲玲看不懂他們在說什麼，也沒明白“嘎了”是什麼意思，便沒有在意。之後就一個人去找那座墓，那地方還挺隱蔽的，路上遇到些螞蟻，個頭挺大，還會咬人，有些難搞。
不過問題不大，一把火就給燒了。之後就在一個古廟那裡找到墓葬入口，起初倒挺順利，直到遇到個粽子，挺難纏。當時沒帶黑驢蹄子，後面還是很順利。只是當見到那墓主人時，有些奇怪，居然容顏不老，或許就是魔鬼女王的特點吧。最後這一段看的水友們都有些疑惑，不是什麼容顏不老，這世界上怎麼可能存在容顏不老的人？我怎麼越聽越玄乎？該不會這日記就是他爸編造的吧？這內容是不是有點假？我也覺得有點假，感覺就像隨便寫的。實際上，我現在有一個猜想，如果這姑娘的爸爸其實只是一個盜墓二代，家裡這些東西都是祖上傳下來的，閒着沒事就寫這麼一段，嫌這種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。水友們热議紛紛，土夫子們也跳出來表態。这种猜想概率确實比較高，畢竟如果真是擁有4派傳承的人，怎麼可能忍得住不去下墓？我要是能得其中1派傳承，早就去幾座墓逛了。樓上的注意言行，我們可都在952級那裡背過棒的，早就不從事那些事了。這些言論讓葉玲玲心裡很不舒服，甚至有些反感。什麼啊？這可是我爸寫的，怎麼可能是假的？你們這就是在胡說！是真是假，也得讓你爸親自出來看看才知道。就是，這不過是一本平平無奇日記，有什麼特別的？我要想寫，還能直接寫一本小說呢。地方考古研究所內，畢衝看着這些彈幕，心中也升起了相同的疑惑。這日記內容確實簡單的有些假，一座大墓就那麼簡單解決了，寥寥幾百字就概括了。可即便覺得假，他心裡卻始終有個聲音在隱隱提醒着什麼。尤其是王有才之前說的那句權限不夠。可就算心裡再怎麼覺得這有可能是真的，眼下面對這些事實，也多少有些無濟於事。直播畫面上，葉玲玲聽着众人的話，氣得嘟起了嘴。她說着轉身走向那扇門，伸手又推又拉，可門紋絲不動，再一次嘗試依舊打不開。行了，不說這些了，繼續展示展示家裡這些寶貝吧。就是，我們就當你爸是個盜墓賊好了。葉玲玲看着這些彈幕，心裡的火氣越燒越脹。她咬了咬嘴唇，眼眶微微泛紅，不是因為難過，而是被氣的。不信我，那就關了。她手指用力一劃，直播畫面瞬間黑了。我操！真關了！別走，還想再看看那些盜墓工具呢。果然還是小孩，脾氣算了，去看考古隊直播吧。直播雖然關了，但界面還留着彈幕飄動的殘影。葉玲玲瞥見考古直播這幾個字，好奇之下點開了直播大廳。下一秒，她的目光就被熱度最高的那個直播間牢牢吸住了。畫面之上居然有她的媽媽楊悠悠。咦，媽媽原來去參加考古隊直播了。媽媽好壞，都不帶我去。爸爸都教過我好多本事了，要是帶我去，肯定能幫上忙。他剛想發微信去控訴一下，腦海中卻忽然靈光一閃。對了，考古隊不就是去古墓嗎？爸爸教過我那麼多東西，我只要指點指點他們不就行了？一想到這裡，葉玲玲的唇角緩緩浮現一絲弧線，那笑容裡帶着幾分絞燙和篤定。西西，媽媽，你可愛的女兒來幫你啦！與此同時，牛心山考古直播畫面上，所有人的臉色都不太好看，尤其是那幾位專家。為首的考古隊領隊名叫古遠人，是一位年過挖甲的老者，頭髮花白，但精神矍鑠，還是沒辦法找到大墓入口。中年人是考古隊的副領隊，名叫焦巨鎮，他面色不太好看的搖了摇頭。古老，上個月這裡發生了山體滑坡，地殼運動很劇烈，原先已經發現的入口現在徹底找不到了。即便用現有資料進行對比定位，也起不了太大作用。更何況這片區域有不少大煙炮，特種小隊的人也不敢貿然進入。你也知道，這種沼澤一旦陷進去，基本沒有活路。現在能做的就是等地質專家那邊用精密儀器慢慢排查，來確定大墓的具體位置。天有不測風雲。古遠人聞言無奈地嘆了口氣，焦巨鎮稍稍鬆了口氣，隨即轉身向旁邊的幾名考古學者吩咐道：“你們幾個去附近用洛陽鏟取些泥土樣本出來，看看能不能根據土質層年代做個初步判斷。如果能在儀器結果出来之前先一步縮小範圍，也是一件好事。”幾人立刻點頭，各自拿上洛陽鏟，分頭行動。而作為現場唯一的非專業人員，楊悠悠這會兒有些百無聊賴。他下意識看了眼直播彈幕，隨口問了一句：“不知道朋友們有沒有誰懂找墓呢？有的話還請出來說說。”直播間的水友們一聽楊悠悠發問，頓時躁動起來。但說來說去，絕大多數人都是看熱鬧的，哪裡真懂什麼找墓的门道？發消息的 ID 赫然是小天才。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，那我就大發慈悲告訴你。彈幕飄出的那一瞬間，整個直播間安靜了1秒。等，这個賬號怎麼這麼不眼熟吧？不是你一個盜後代，你懂什麼盜墓？正捧着手機的葉玲玲看着這些質疑的彈幕，嘴角卻咧得越來越張揚。找個墓而已，很難嗎？隨即閉上眼睛，腦子裡的記憶被調動起來。之前跟老爸出去玩的時候，偶爾會纏着他教自己找墓，葉凡清拗不過他，也只好答應。只不過每回找到以後從不下墓，只是遠遠指給他看，講一些風水走勢的道理。山穴水旺，陽宅陰宅，左青龍右白虎，前朱雀後反武。他在心裡默念着，目光落向直播間畫面中那綿延不絕的山脈，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直覺在他腦海中慢慢成型，就像此前跟着老爸站在群山之巔時那樣。山的走勢，水的流向，霧氣的聚散，每一樣信息都在自動歸位。
找墓什麼的比學習簡單多了。他重新睜開眼，語氣裡帶着一股與年齡不太相符的篤定。他看着畫面上的楊悠悠，狡黠地笑了笑，壓低聲音自言自語：媽媽，玲玲现在可是在偷偷幫你哦，等回來要給我買炸雞。直播间裡，杨悠悠看着弹幕的熱度，心裡有些犯嘀咕，尤其是那個小天才的名字，怎麼和自家女兒的快斗 ID 那麼像？不過轉念一想，這種名字取的人應該很多才對，肯定是巧合。我家老公這會兒肯定正和女兒一起在吃親手做的晚餐呢，一定是這樣的。他正出神，直播間彈幕上 ID 小天才又發了一條新彈幕：找墓用洛陽鏟，那都是沒本事的人用的，真正懂行的看山看水再看事，世間所有墓葬都脫不開伏羲風水八卦。一番話說得玄而又玄，楊悠悠看得越發迷糊。直播間裡那些不懂行的水友也是一頭霧水，心說這姑娘又在故弄什麼玄虛。但那些土夫子看到後，一個個都坐直了身子。我操，行家，這絕對是行家，不簡單。這句話一聽知道是真正的倒懂大拿，肯定是那姑娘她爸回来了。葉玲玲看着彈幕的躁动，心裡愈發得意。她正對着老爸的盜墓日記用語音輸入，把上面一段話轉成文字發出去，一邊發一邊想，爸爸還真是厲害呢。雖然這些話我其實聽不太懂，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。他之所以發這些，是記得老爸以前說過，當別人不相信你的時候，就要整一些他們聽不懂、不明覺厲的東西。你越故弄玄虛，別人越覺得你深不可測。葉玲玲此刻回想起來，越發覺得自家老爸真是太厲害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繼續對着日記本念出一段話，語音轉成文字後發送彈幕：尋龍關山看禪山，一重柴是一重關。以我所見，大墓應當就在東南方向1公里處，無需用洛陽鏟。多年間地壳運動，土質層早已混雜不堪，即便用洛陽草取樣，也不會有任何參考價值。彈幕一出，直播間再度震盪。我操，這說的是什麼意思？沒聽明白，但感覺很厲害，聽起來確實像那麼回事。只不過剛才不是已經確定了，那姑娘她爸就是個道二代嗎？恐怕也就是嘴上功夫吧。直播間裡的質疑聲依然不絕。樓上說的很在理，光嘴巴上說確實沒什麼難度，這種話我也會。這讓楊悠悠愈發猶豫，不知道該不該把這個情況告訴古遠人教授。就在這時，古遠人也注意到了楊悠悠臉上複雜的神情，語氣謙和地問了一句：小楊，怎麼了？有什麼事嗎？他的態度非常溫和，完全沒有之前面對焦距陣時的嚴肅，就像一位長輩在關心晚輩。古教授，找到大墓的確切位置了。古遠人精神一振，微眯的雙眼豁然睜大。什麼？在哪兒？那地質學者趕緊把剛打印出來的資料遞過去，一邊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數據，一邊詳細解釋起來。古遠人聽了一陣，微微點了點頭，最後總結道：總體而言，就是以目前所在位置為中心，東南方向1公里處。年輕學者一愣，然後重重點頭。对，周圍早就在聽着的考古隊成員們紛紛讚嘆起來，還得是古老。這一連串專業術語聽得我腦殼生疼。古老一波總結直接拿捏了。那年輕學者尷尬地撓了撓頭，心中對古遠人更加敬佩。一旁的楊悠悠也鬆了口氣，心想終於是找到了。現在他剛想到這裡，面色忽然一變，他猛地低下頭，看向手機屏幕上那個還在不斷刷着臥槽2字的直播間。等等，他要是沒記錯的話，那位 ID 叫小天才的水友，剛才說的就是這個方向和距離一模一樣。這到底是巧合，還是說那位水友真的有本事？楊悠悠力氣天人交戰起來，他猶豫片刻，還是沒有立刻開口。光一個位置說中了，或許只是巧合，如果對方還能說出更多相通的信息，那才有向古教授匯報的必要。然而，與楊悠悠內心的糾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直播間已經徹底炸裂的水友們。地方考古研究所内，毕冲已经激动的直接站了起来，椅子都被他撞翻在地上，也浑然不觉。這特娘絕對是盜墓高手，隔着屏幕都能指點江山，人才，真正的人才。這特娘絕對是盜墓高手，隔着屏幕都能指點江山，人才，真正的人才。操！我堂堂一個9527，什麼時候幹過這種偷雞摸狗的事兒？這事兒成了，你必須請吃一頓。不是我們整支隊伍。畢衝顧不上跟他拼，立刻把直播裡看到的情況說了一遍。電話那頭的聲音頓時拔高了好幾個分度。什麼？你說那個盜墓賊親自在直播？好，這下我動力更足了。2個1等功，我來了！萬事小心！畢衝叮囑了一句，便掛斷電話，壓制住內心的激動，繼續看直播。畫面中，楊悠悠看着水友們的催促，心裡愈發焦慮，猶豫再三。他終於邁開腳步，走到古遠人面前。古老，這裡有個情況，我想向您匯報。一瞬間，現場所有考古學者的目光齊刷刷地投向了他，除了古遠人依然面帶和煦的笑容之外，其他人都沉着一張臉。他們對楊悠悠的到來本身就很不贊同，甚至覺得他礙手礙腳，什麼尋找能人異士來幫忙，那不就是一群土耗子？他們懂個屁的考古，讓他們來就是純粹搞破壞。但這些命令都是上面直接下達的，他們沒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更何況帶隊的老教授都沒意見，他们也只能把一肚子不滿憋着。古遠人溫和地點了點頭。小楊，發生什麼事了？楊悠悠深吸一口氣，把直播間裡那個名叫小天才的水友說的話原原本本地複述了一遍。古遠人聽完，面色漸漸凝重起來，陷入沉思。世界之大，
無奇不有，或許真有這般能人異士，他心裡隱隱有些異動。畢竟這些年來，上面找了不少所謂的能人，但大多數除了添亂之外毫無作用。一名戴着黑框眼鏡、顏值較低的年輕學者站出來，推了推眼鏡，語氣裡帶着毫不掩飾的輕蔑。我覺得那位名叫小天才的水友，一定是在聽到了古教授的總結之後才發出了那條彈幕。所以當楊小姐你注意到的時候，就會誤以為這條彈幕和教授的話是同步的，甚至提前了。實際上，這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信息差造成的錯覺罷了。話音剛落，周圍的學者們也紛紛附和起來。確實如此，這種概率是最大的。是啊，哪有什麼能隔着屏幕就找到墓的？真要有這種本事，還藏着掖着幹什么？石瑞龙說的有道理，杨小姐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听着众人的话，古远人的眉頭微微皺了起来。他并不太懂直播这种媒介的運作機制，但那個叫石瑞龍的青年一番話成功帶動了周圍人的情緒，讓他一時之間也不好再多說什麼，反倒有種騎虎難下的感覺。小楊，繼續關注一下直播吧，如果還有什麼新的發現，隨時告訴我。楊悠悠看着古遠人略顯無奈的表情，瞬間就聽出了這番話的弦外之音。他其實是想信的，但眼下這個場面，他不能再明着站到自己這邊了。他低着頭咬了咬唇，可那條彈幕的確是先發出來的，這一點他100%確定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收起情緒，重新低頭看向手機。而直播間裡的水友們此刻卻已經炸成一鍋粥了。不是，這東西還有什麼好質疑的？我操，考古隊別搞事行不行？好不容易有一位道斗大佬現身，而且剛才那一手方位指點就足以說明實力了。你們這樣質疑只會寒了大佬的心。水友81也發了一條長長的彈幕，雖然還不能確定這位大佬的真正實力達到了哪一層級，但能隔着屏幕就看穿山水勢，精準判斷出大幕所在，足可見此人造詣極深。這樣的人才一定要留住啊！然而反對的聲音同樣不小，或許是巧合吧，畢竟這墓幾個月前就被發現了。如果在那之後被某些不法分子先一步進去過，所以才能這麼精準的判斷出來呢？樓上說的有道理，說不定這地方早就有人光顧過了。喂，你们難道不知道這裡經過泥石流之後地形已經完全變了嗎？能靠舊信息判斷個鬼啊，還在這裡瞎黑。一時之間，直播間彈幕精粹分明地分成了兩派，爭論不休。屏幕上的文字如瀑布般瘋狂滾動。居然反過來質疑我媽，真有你們的。他嘴上嘟囔着，視線卻始終沒離開屏幕，因為媽媽楊悠悠就在那支隊伍裡，而老爸葉凡清以前反覆叮囑過，古墓裡什麼事都可能發生，每一步都可能是陷阱。所以他雖然心裡不爽那些評論，卻還是壓下情緒，認真看着畫面，思忖着怎麼用自己的方式護着媽媽。直播畫面上，楊悠悠也沒再糾纏剛才的事，他掃了一眼彈幕，確認小天才暫時沒再發消息，便快步跟上了隊伍。前面那段路地勢愈發險峻，四周還散落着好幾個大煙泡，一腳踏錯就出不來了。大部隊只能原地待命，遠人親自帶隊，加上楊悠悠、焦菊鎮、石瑞柳龍和另外3名考古學者，再配上4名特種戰士，一共11人組成先遣隊往裡探。特種戰士個個經驗老道，對腳下那些看似平靜的水洼格外警覺，帶着眾人繞了半個多小時，才總算摸到了預定坐標。一到地方，古遠人便吩咐幾位學者用洛陽鏟取些土樣，想靠土層年代做個初步判斷。可幾分鐘後，幾個人陸續抬頭，面色為難。教授，這邊的泥土濕得不像話，根本看不出分層。是啊，這濕度太反常了。楊悠悠聽到這話，心裡咯噔了一下。他清楚地記得，小天才之前就說過，在這兒用洛陽鏟是白費力氣。也就在這時，小天才的彈幕又飄了出來。大墓入口應該在以那位姐姐為中心的12點鐘方向，走7步就能找到。楊悠悠盯着這行字，手心冒了一層薄汗，剛準備去告訴古遠人，記住，前面那棵槐樹千萬不要挖，周圍的土也絕對不能動，切記，不然肯定會出事。這話沒頭沒尾，看得楊悠悠一腦袋問號。直播間裡的水友也紛紛議論，有人跑去問那幾個土番到底什麼意思，可土番掐們多數也不怎麼懂風水，一時半會兒也說不出個所以然。古教授，楊悠悠沒有猶豫太久，快步走到古遠人身邊，將彈幕內容詳細複述了一遍。古遠人聽完眉頭微蹙，目光落向那棵老槐樹的位置，沉默片刻後開口道：石瑞龍，你帶2個人挖那邊。石瑞龍心裡登時不爽，覺得一個隔着屏幕指指點點的人能有幾斤幾兩，可古遠人的威信擺在那裡，他再不情願也只能叫上2個幫手，硬着頭皮動手。焦教授，那邊不行。小天才說那邊不能挖。這一聲叫得急促，所有人都停下手裡的活回望他。楊悠悠連忙把小天才的警告又說了一遍。話音剛落，周圍便響起一陣低低的笑聲。不能挖會出事，楊小姐，這話可就有點封建迷信那味兒了。難不成挖槐樹底下還能撞見鬼？樂了，我現在都有些懷疑那水友是不是真有本事。石瑞龍心裡也有疙瘩，越挖越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。可一敲接一敲下去，鏟頭碰到的土感漸漸變得不一樣了。他心裡一動，不由得加快了速度。小楊同志，咱們可是新時代的人，這種封建雜貨可不能信，什麼神啊鬼的，通通都是假的，思想覺悟得跟上才行。楊悠悠看着2位學者各幹各的，嘴唇動了動，又不好再說什麼。畢竟這些都是直播間裡的匿名發言，真要問他依據是什麼，他也答不上來。這時候盯着屏幕的葉玲玲臉色微微變了，他記得清清楚楚，老爸以前特地給他講過槐樹，左邊一個木，右邊一個鬼，這東西天生招陰，平時都不許他往樹蔭底下久待。
他還說過，挖土的話，槐樹根下那一圈尤其碰不得。古時候有些人為了叫亡者不得安寧，專挑槐樹下埋人，槐性极陰，壓得住魂魄，讓那些東西没法往生。想到这裡，叶玲玲下意識抄起桌邊对面的小神風，目光警觉地在密室四周掃了一圈。我家应该没有這種東西吧？話音未落，又覺得背後一涼，好像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正注視着自己。他肩膀一縮，卻倔強地握緊手機，沒有切走畫面。為了媽媽，再害怕也得盯下去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翻開老爸那本日記，抓緊翻找相關內容。葉青以前給他講過的那些東西，記住的沒多少，現在只能靠臨時補課幫媽媽規避風險。直播畫面裡，兩邊的人都在奮力挖土。就在這時候，焦菊鎮忽然一聲驚叫，眾人連忙圍過去。只見半截骸骨混雜在濕泥裡，骨架上還掛着幾縷沒爛完的布料，看樣子至少埋了幾十年。這具骨頭一錄，直播間直接炸了！臥槽，真不能挖！這小天才到底是怎麼知道的？這才叫專家，隔着屏幕都能斷得這麼準，太離譜了！許久沒冒泡的八一也現身發了一段。早年間聽家裡長輩說過，槐樹本來就屬陰，凡是故意埋在槐樹底下的，那都是不想讓死者入輪回，往狠裡折騰。那時候還以為是老輩人胡謅，沒想到今天親眼見到了。楊悠悠盯着彈幕，忽然感覺脖頸後頭一陣發涼，像是有人貼在他耳後呼吸。他猛地回頭，身後除了那棵沉默的老槐樹什麼都沒，可身體的重量感確實變了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正不神不生地掛在他肩頭。他不敢再細想，把水友的話轉述給古遠人。老教授聽完再度陷入沉思。封建迷信，這就是徹徹底底的封建迷信。還沒開口，焦菊鎮就先急了。屍體埋在樹邊上有什麼稀奇的？怎麼就扯到陰不陰上去了？太離譜！嘴上這麼說着，他爬上土坑的時候，卻極其絲滑地朝那具骸骨微微躬了躬身，手法熟練的像是做過很多次。旁邊幾個隊員看得嘴角直抽，嘴上掛着唯物論。您這身體倒是誠實的很。直播間裡也是一片哄笑，笑聲還沒落，另一邊的石瑞生就喊了起來：挖到了，真挖到了！這一聲比什麼都提氣。眾人湊過去一看，白色的膩子狀岩壁從濕泥下露了出來。風土，典型的宋代風土，這玩意兒比現在的水泥還硬。快，所有人抓緊往下挖！古遠人卻抬頭望了一眼楊悠悠的方向，槐樹下的骨隙，腳下的封土層，那位叫小天才的全都提前說中了。一次可以歸為巧合，接二連三還能是巧合。至於槐樹下挖屍體會不會招來不測，他雖然不以為然，卻也沒有完全否定。此刻直播間已經徹底失控，全說中了。槐樹有屍，封土位置，連土樣不能用都說中了。這要還不是真本事，我把頭擰下來給各位當凳子。我現在就想知道這位大佬到底是何方神聖。八一又適時插了一段話，雖然這些東西在有些人眼裡算封建迷信，但信則有，不信則無，多的我不方便講，講多了號就沒了。話雖隱晦，但水友們都聽明白了，這底下恐怕真有東西。齊刷刷一陣毛骨悚然，不少人下意識回頭看看自己背後有沒有多出什麼。葉玲玲看着紛紛倒戈的彈幕，嘴角剛揚起一點，還沒得一夠，餘光就瞥見直播畫面上幾名特種戰士模樣的叔叔拿出了炸藥，他一眼就認了出來，心裡猛然一緊。老爸以前特意叮囑過，封土層保存完整的墓絕對不能用火藥強行破開，裡面常年累月積攢下來的濕氣、埋氣混在一起，早就變成了易燃易爆的混合氣體。這時候引爆炸彈，真就是送命的操作。他不敢再等，飛快地對着手機用語音輸入，一邊翻着日記找更準確的詞彙，一邊把警告發了出去。楊悠悠幫不上挖土的忙，正站在一旁盯着手機。不能用炸藥。小天才這條彈幕一出來，他就注意到了。焦菊鎮停下手，回頭看他。什麼不能用炸藥？他問着話，同時又下意識轉了轉肩膀，總覺得後背像掛了什麼東西，沉甸甸的。可伸手去拍又什麼都沒有。他皺皺眉，把這歸結為自己最近太累，沒往別的方面想。墓葬長期密閉，內部濕氣和母氣混合後會形成易燃易爆氣體，一旦引爆炸藥，极可能當場爆炸，所以絕對不能使用炸藥。嗨，對付宋代這種風土，炸藥是最直接高效的辦法。焦菊鎮聽了先是一愣，繼而笑了出來。控好劑量，只震碎封土層裡頭的結構不亂，就不會出問題。對，以前每次都是這麼開的，從來沒事兒。要是真有爆燃隱患，我們早死了幾十回了。楊悠悠一時間不知道拿什麼話來反駁，只能攥緊手機。以前那些墓封土都是被盗墓賊先打了盜洞，气已經泄了，自然沒有爆燃的風險。但眼前這個封土保存得太完整了，跟之前的情況不一樣。話音落下，周圍的空氣都像冷了幾度。焦菊鎮臉上的笑容還沒來得及收回，腦子已經轉過彎來。小戰士，別引爆炸藥，快拿回來！為了不破壞裡面結構，我們還是用鏟子挖。那變臉速度之快，比之前朝骸骨鞠躬還絲滑。彈幕立刻刷出一排排笑死，嘴上說不要，身體很誠實。笑歸笑，多足了幾千條彈幕後，氣氛卻沉了下來。笑歸笑，多足了幾千條彈幕後，氣氛卻沉了下來。想到這一層，後怕像涼水一樣從所有人脊背澆下去。楊悠悠的後背早就被冷汗浸透了，他第一次真真切切意識到，這趟考古的凶險程度遠超當初在會議室裡簽那份協議時的想象。考古研究所裡，畢衝第3次從椅子上彈了起來。又是他，又是他，好險，真是好險！他在辦公桌前踱了2圈，嘴裡不停地念叨，他比誰都清楚，曾經就有一支配備頂尖學者的考古隊，為了打開保存完好的封土層使用了炸藥，結果瞬間引爆墓室裡的沼氣，整支隊伍無人幸存。那場事故當時轟動了整整3天，新聞鋪天蓋地。而現在這一幕險些在另一座山頭上重演。畢衝看向屏幕上那個小天才的 ID，
目光变得更深更沉。他掏出手机，重新拨給王有才：“喂，老王，你那邊情況怎麼樣？有沒有突破？23號別墅佔地面積很大，我們還在選進入方式，是直接亮明身份，還是先暗中觀察？不過剛才技術部那邊送來一條新消息，你可能會很感興趣。什麼消息？別跟我賣關子，快說。”王有才不再逗他，之前托技術部去查23號業主的真實身份，你猜怎麼着？回復說千葉別墅區23號檔案裡並沒有登記在冊的主人，標注是無人居住。什麼？無人居住？可我明明看到……對，王有才吐了口煙，低聲接道：“你看見的跟我看見的一樣。那棟別墅此刻燈火通明。”畢衝握着手機的手微微收緊，腦中幾個念頭迅速交錯。你的意思是，業主的身份被有意保護起来了？大概率是，技術部在查小天才这個賬號的時候，同樣遇到了權限不足的提示，能被同時從房產檔案和平台用戶信息兩端鎖死權限的，不會是一般人。畢衝沉默了，一個盜墓的身份信息居然被遮蔽到這種程度，除非老王，你說有沒有可能，這位根本就不是華國人？假如是境外進來的，檔案庫裡自然不會留下任何記錄，系統查詢碰到空切，也就會跳出權限不足。我不排除這種可能，一個身份徹底為無的人，反而最難捉摸。如果真是這樣，那今晚要面對的恐怕就不只是普通盜墓賊了。老畢，這可能是個特等功，而且根據那姑娘所曝光情況來看，這混蛋可是偷到了華國不少珍貴寶貝。聽到這裡，畢衝就感覺腦子有些亂。不是，等等，如果對方是海外的人，為什麼現在還在直播間裡指點考古隊？這又是為什麼？呵呵，這都不懂。再利用考古隊做先遣隊，恐怕人已經在路上了。不過這都是推測，具體還要等找到人。這一番推測如雷般落在畢衝身上，短暫愣了愣。知道了，這就聯繫考古院。腦子現在還是很亂，甚至還有些想不明白。但如果說那個小天才確實是海外的人，那現在各種指點或許是對的。等到博取一定程度信任之後，就可能會利用一些手段害死考古隊。這種結果絕不能發生。當下畢衝便打電話聯繫考古院方面。畢衝只是地方考古研究所，並沒有那支考古隊的聯繫方式。而畢衝的老師錢學丈就是在考古院內任職。同時，曾經錢學丈就告訴過畢衝，華國裡有很多海外盜墓賊，專門偷竊華國古董，然後倒賣出去。考古院這邊也高度關注這場直播，對於那名叫小天才的水友自然是知道的。其中一位名叫錢學丈的專家在接到畢衝電話後，便又將海外人之事稍稍誇大一些，告知會議室內眾考古院專家。好一個海外人，居然有那麼大謀劃！哼，趕緊通知考古隊，別上當了！該死，居然想要害死他們！我就說怎麼會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極具專業能力的盜墓者，原來是別有用心。會議室內眾人憤慨不已，而聽着眾人話的錢學正則壓制着嘴角，並很快取出手機和考古隊方面進行聯絡，告知海外人之事。直播畫面上，由於是要用手動方式一點一點鏟開，所以這工程就顯得有些大，甚至耗費時間。這時候焦巨鎮卻忽然接到一個電話，而在聽到電話當中內容之後，焦巨鎮瞳孔一縮，看向楊悠悠所在方向，然後連忙將聽到的內容偷偷告訴古遠人。這一番海外人猜測更讓古遠人身軀顫動，大有種從鬼門關走一遭的感覺。知道了。遠處楊悠悠自然是察覺到了什麼，但並沒有在意。這時候由於現場眾人顯得有些無聊，石瑞龍像是想起什麼，一邊工作一邊說起一件往事。那個年代很早，我爺爺家裡還是很富有，但由於是富二代的緣故，所以整天游手好閒，抽着大煙。隨着曾爺爺和曾奶奶過世之後，我爺爺更加肆無忌憚揮霍家裡錢財，家底雖然豐厚，但沒幾年就徹底敗光。沒錢了就開始各種賣家具，賣各種各樣東西。年紀大了也一直沒娶到媳婦，直到有那麼一天遇到個扎紙人的，那人問我爺爺想不想要個媳婦兒，我爺爺抽着大煙就應下來，還將身上僅有的一枚大洋遞過去。畢竟那是一個小媳婦兒，說不定還能給自己賺到更多錢。我爺爺就這樣想着，然後就在家裡等啊等。當天晚上，就有個貌美如花的女子敲響我爺爺家門。那時候我爺爺把抽煙當命，街坊鄰居借錢早借怕了，根本沒人敢主動找上門。當時天色黃昏，那姑娘初露水靈，俨然就是一副大戶人家閨女。我爺爺稀罕，然後就把人家迎進來各種詢問，得知對方就是自己一枚大洋買的媳婦兒之後，那叫一個高興。可就是這一晚上過後，我爺爺第二天醒來卻猛地驚覺，這身旁睡着的哪裡是黃花大閨女，分明是個被塗上胭脂水彩的紙人。那好家伙，嚇得我爺爺連忙把紙人丟出去，剛要點火給燒了時，突然一道聲音傳來，說：“負心漢，昨晚說好的百年好合，一大早就要……”石瑞龍話還沒說完，一旁焦巨鎮便一巴掌呼過來：“什麼鬼東西！別在這裡扯這些封建迷信！”焦巨鎮明顯臉色有些不太好看，本來周圍氛圍就叫陰森寒冷，現在石瑞龍還講個鬼故事，能不瘆得慌？周圍眾人也差不多心理，聽着聽着都感覺到自己身後好像有什麼東西掛着似的，有些重，可回頭卻又看不到有東西，只覺得或許就是剛剛那故事給惹的心理作用。現場氣氛略顯古怪，哪怕是站在上頭的杨悠悠都感覺到有些陰冷，下意識搓了搓手，然後就看到不遠處好像有什麼人蹲着在那兒竊竊私語。可當杨悠悠搓了搓眼睛再看過去時，就已徹底沒了影。杨悠悠疑惑想了想，眼花了嗎？這時候直播間彈幕上小天才也再度發了条彈幕：入墓必須要戴口罩戴手套，进入其中不能亂摸，非常忌讳将活人气息留在墓中，這樣會惹得墓主人不高興。還有
開關後千萬不能對着屍體呼氣，否則後果難料。彈幕一出，直播間內沸騰不已。为什麼不能對水氣啊？這是什麼原理？在水友們疑惑中，水友81也立刻出來解釋一番。小天才所說的忌諱，實際上也都是行業內一些默認規矩，只不過平日裡不會搬出來說。其中戴手套實際上也是一種不把活人氣在木面的行為，因為那樣會惹得墓主人不高興，對着屍體呼氣也是相同道理。一旦惹得墓主人不高興，就可能再也出不去。至於怎麼出不去，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搜索以前樹脂考古隊失蹤的事兒。至於戴口罩，則是為防止墓中還有其他一些有毒物質，也讓水友們大呼學到了。至於那些真去搜索的水友，則被嚇得連忙去訂購黑狗血、桃木劍。至於為什麼那麼做，卻沒人出來說。楊悠悠看着直播畫面上內容，也有種學到了的感覺，然後連忙將直播裡情況告知古遠人。戴手套什麼，其實都是常規操作。為保護文物，自然也會這樣去做。只不過那水友口中所謂不好的事，也就不好評判什麼，封建迷信而已。楊悠悠略顯沉默，總感覺有些不对勁。而焦巨鎮說完這番話後，又下意識抓了抓後背，真是奇怪，怎麼總感覺後背有什麼東西？難不成是天氣太潮濕導致濕疹？算了，回去再看看。聽着焦巨鎮的話，楊悠悠也抬頭看去。可等到回過神時，卻發現並沒有所謂男子，眾人都是投來疑惑目光。楊悠悠也面色微微發白，搖了搖頭表示沒事，只是看到蚯蚓。聞言眾人也沒過多在意。此刻封土已被破開，露出裡面情況。眾人所處位置正好就是墓道入口，所以並不存在幕牆之類。只不過當古遠人注意到這一點之後，卻疑惑用手電筒照了照裡面情況。咦，有點不對勁，這墓道規格有點小，不太像先前所發現那一座大墓。眾人聞言皆是一愣。什麼？教授，那也就是說找錯了？不是吧，這都挖那麼久了，怎麼還找錯了？地理專家那邊難不成勘測錯了？在所有人詫異目光中，古遠人也陷入沉思。不，這是子女墓。是啊，確實有可能，很可能就是子女墓。現在所找到的是子墓，而與之相連的或許就是真正大墓了。小天才說的。對。可當楊悠悠回答完後，古遠人表情便立刻變了變，然後就開始吩咐眾人準備墓中氣體散了後再進入。古遠人這一番態度也立刻讓楊悠悠更加確定一些不對勁，他們絕對是知道些什麼，所以才會態度大改。而直播間內水友們則被小天才精確判斷給驚到。好家伙，專家都不知道的東西你居然知道，果然是大道，怪不得手握4派傳承。同時也有水友察覺到古遠人態度轉變，並開始猜測。等等，帖子們有沒有感覺古遠人教授態度有些不對勁？明明在聽到這一番判斷時是高興。別墅內，葉玲玲正在瘋狂翻看日記本，盡可能對照現在直播上面情況給出答案。我要是念書時那麼認真，早就考滿分了吧。他想着想着，又看到直播畫面上楊悠悠，心頭便狠下心。爸爸說過不能讓媽媽知道我們對盜墓的事很了解，所以只能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幫助媽媽了。可是這個木雕好蹊蹺。另一邊肯基基店內，葉凡清看着一旁圍棋，越看越入迷，手裡面拎着炸雞早有些冷了。至於什麼乖巧可愛女兒，早不知被拋到哪裡的九霄雲外去了。而原先排隊看考古直播視頻的食客，此時也端着盤子落座，然後津津有味看起來。這節目確實有點意思，難不成墓裡面真有粽子？應該不會吧，看樣子8成是那小天才在裝逼了。食客一邊說着一邊啃雞腿，正在看圍棋的葉青也聽到了些許，下意識抬頭，又是低下頭。小天才這種名字簡直是太泛濫，平日裡教女兒盜墓方面知識，女兒也是沒耐心，怎麼可能會看什麼考古直播？還是看棋吧。等等，是不是忘了什麼事？咦，這步棋落得有點意思，再這樣下去黑子可要輸了。葉青想着想着，原本突然要想起的事兒也立刻忘得一乾二淨。與此同時，直播畫面上，古遠人等人已開始準備下墓。2名戴着防毒面具的特種戰士先一步進入墓中，然後監測空氣中含氧量足夠高後，便讓考古學者先下來。古遠人和石瑞龍等幾位考古學者進入其中後，楊悠悠便跟進來。隨後，古遠人等考古學者便進入耳室之中進行考察，仔細端詳這些木磚特點等等。在楊悠悠發問中，古遠人也開口：“古教授，您看，這裡墓葬風格很顯然就是外藩人學習中原文化，然後模仿打造出來。可以看出他們很想要學到中原墓葬文化精髓，但還是有些依樣畫葫蘆。耳室中會放置一些墓主人生前用過的東西之類，而這裡墓主人則放了不少獸類，顯然很符合游牧民族特點。”說着說着，眾人便開始進入主墓室內。主墓室居中位置則擺放着一隻古樸極具年代感的棺材，光看着就讓人有些心頭發毛。尤其先前眾人聽了石瑞恆那個鬼故事之後，更是愈發覺得這棺材裡面的東西會不會突然開口說兩句話。古遠人顯然沒多想這些，而是拿着手電筒開始照墓室周圍一些壁畫。大家看，這些壁畫就是清楚記錄着墓主人生前一些經歷，從墓主人小時候再到長大成人之後的諸多經歷。不過從這些壁畫上還是有些難以推測墓主人身份。一時間，古遠人也陷入思索之中，尤其看着那壁畫上一個圖案，總感覺像看過，卻又想不起來。這就是墓葬嗎？
看起來和想象中還是有些区別。哈哈，楼上该不会是以为拍電影是吧？然後裡面很廣闊，笑死了，那都是瞎編，真正墓葬就是這樣逼在。而現在楊悠悠等人身處的墓葬已算不小規模，至於說驪山那座神秘不知來歷的大墓，則就是個例外中的例外了。正當水友們議論紛紛之際，葉玲玲也再度發了條彈幕：將軍墓，這是將軍墓。這句話立刻再度掀起直播間議論浪潮，將軍墓這3個字卻像鑰匙般立刻打開了古遠人的記憶匣子。對，就是將軍。這壁畫上面這個圖案，在金國當中代表的就是封狼居胥級別。也就是說，古遠人話剛說到這裡，就有些臉黑的閉上了嘴，因為他立刻想到，這提示必定是那海外人發出來的。哈哈，說個猜測，會不會這些內容實際上都是那姑娘自己發出來的，而不是那盜墓賊老爸？樓上這就有點離譜了，這怎麼可能？小姑娘。正在看彈幕的楊悠悠疑惑看着，腦海中不知不覺浮現出葉玲玲古靈精怪的模樣。不可能的，女兒那麼乖巧懂事，怎麼可能還會這種什麼盜墓知識？更何況老公也就是個平平無奇的土豪，這 ID 名字一定是巧合，大大的巧合。而別墅密室中，葉玲玲看着直播間彈幕，內心成就感愈發強烈。她挑了挑眉，嘴角壓不住的上揚。可以啊，葉玲玲，連教授的知識儲備都沒你全面，看來老爸那幾本書還真沒白翻。他說着说着，視線落在那本日記上，拿起筆大大方方的在封面上寫下了葉玲玲3個字。這樣就對了。他滿意的拍了拍封面，隨後繼續翻看起來，活像一個正在備課的老師。只不過第2天要教的知識，他也就比學生提前1晚上現學而已。就在葉玲玲思忖時，眼角餘光卻瞥見直播畫面上的一幕。不能開關，不能就這樣開關。焦急的口吻透過屏幕，也讓楊悠悠心頭一緊。不能開關。楊小姐，告訴那位水友，我們是不會在墓裡面開關的，這裡防護措施不夠，之後會有直升機過來。古遠人正說着，身後卻已傳來陣陣重物挪移聲，嗡！一時間，現場所有人都是循聲看去，卻驚愕地發現焦巨鎮歪着脖子，肌膚發黑，口中不斷說着什麼古怪晦澀的詞彙。他雙手沒帶任何防護措施，直接貼在棺材蓋上，正用力地推着。焦巨鎮，你在幹什麼？不准開關，不准！只是當眾人看着焦巨鎮那古怪模樣，都有種渾身發毛的感覺，嘴上口口聲聲說要相信科學，可眼前焦巨鎮不知什麼情況，肌膚發黑，就像被什麼東西上了身似的。如此癲狂推棺椁的模樣，完全就不像焦巨鎮自己。作為一位教授級別的存在，焦巨鎮哪裡可能會犯這種低級錯誤？一眾考古隊成員根本不敢上前阻攔，唯有2名以火力為終身信仰的特種戰士，在古遠人一聲驚呼中，直接衝上前試圖阻攔。快鬆手，用力！怎麼回事？焦教授力氣怎麼會這麼大？2名特種戰士都經受過非常高強度的鍛鍊，面對一個弱不禁風的教授，一個人按理說都綽綽有餘。現在上2個人也是為了快速制服，可令2人也沒想到的是，看上去弱不禁風的焦巨鎮，力氣卻大得驚人，完全不亞於2頭蠻牛。猛的一下，焦巨鎮雙臂一顫，爆發出一聲怒吼，可怕的力量瞬間將2名特種戰士震飛出去。而後焦巨鎮口中又是不停地發出那令人晦澀難懂的聲音。詭異的情形讓現場所有人都感到一陣徹骨的毛骨悚然，冷汗早早浸濕了衣衫。我操！這什麼情況？這到底什麼情況？我他媽到底是在看考古直播，還是在看恐怖懸疑片？見鬼！有沒有人出來解釋？811一番話直接讓直播間熱度再度拔高一層，而這事更讓考古直播衝上熱搜榜，壓得王峰老師有苦說不出。小天才，趕緊出來個解決辦法，否則這事都不知道會朝什麼方向發展。但縱然怎麼呼喊小天才，依然沒發出任何一條彈幕，這讓所有人都非常疑惑，非常着急。身處地方考古研究所內的畢衝卻眼眸一亮，隨即惡狠狠地罵了句：果然就是海外人，故意嫌槐樹底下不能挖，出了問題現在卻又不出來解釋。好，果然有問題，有天大的問題。隨後，畢衝身在考古院內的老師錢學丈也發来一則消息，說明一些猜測。什麼所謂邪祟上身，在這科學世界根本不存在，肯定是那些海外人提前布置下了一些細菌之類的東西，會導致人發瘋。畢衝在看完這番消息後也身軀一震，對小天才越發沒有好感。老王，情況怎麼樣？這地方太古怪，實在太古怪了。啊？古怪？什麼古怪？在和你通完電話之後，我就準備直接從正門進去，並且在4面都已經布下了人，防止跳窗。但你猜怎麼着？這正門壓根沒鎖。當時我就很納悶，然後推門瞬間，屋子裡的燈全滅了。這一刻我就確定這幫人肯定在房子裡，所以也沒任何等待，直接進去了。但是最讓我疑惑的事就在這裡，他們家廊道，我足足走了好幾分鐘，還是走不到頭。一開始以為是房子太大，直到走了一圈後才發現，又走回了原地。你說這特麼算是怎麼回事？我幹了一輩子927，就沒遇到過這麼離奇的事，甚至叫同事和我走反方向，結果擦肩而過卻不自知，回頭時才發現對方在自己身後。而現在出不去了，連進來的門都找不到了。聽着網友才略帶驚恐的聲音，畢衝也深深咽
咽了口唾沫，身軀都有些打顫。很早以前，毕冲就曾听人说过这种现象，应该就是鬼气强，但具体是一个什么科学原理，没人知道。更多的解释只是说人的神智被迷暈了。可一个人或许可以说是精神錯亂，但2個人呢？3個人呢？總不可能大家一起精神錯亂，還能錯亂的一模一樣吧？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覺瞬間湧上畢衝全身，讓他下意識打了個哆嗦，同時心中對小天才的真實身份也充滿了強烈的好奇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？這幫海外人又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這團迷霧越來越濃郁，從一開始還能依稀看到真相的輪廓，到現在已經不見任何蹤影。畢衝現在所能做的不多，只能鼓勵老王，考古隊現在深陷危機，只有你抓到了這幫可惡的海外人，才能力挽狂瀾。畢衝聽着電話那端傳來忙音，視線也再度看向直播畫面。此時，由於連特種戰士都壓制不住，焦菊鎮已將那棺材蓋挪移了一半，但現在已沒任何人敢上前阻攔。2名特種戰士本想開槍，卻又被古遠人阻止。隨着棺椁蓋不斷被推開，現場的溫度就如寒潮一夕之間降臨般陰冷刺骨，一股微風拂面都如同刀鋒在切割肌膚，但更多的還是陰森。砰！隨着棺材蓋徹底落地，現場也徹底陷入了死寂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同時，那棺材中也緩緩抬起一雙青綠色的手。楊悠悠驚恐之下想要尖叫，卻立刻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這一幕。棺材裡躺着的自然應該是屍體，但那具屍體此刻卻緩緩舉起了手，這種完全超越常識認知的畫面讓他渾身汗毛根根倒豎，額頭的冷汗沿着臉頰不斷滑落，恐懼與害怕在他胸腔裡劇烈交織翻湧。而此刻擁有相同情緒的遠不止楊悠悠一人，周圍所有人面色都在一瞬間變得慘白，身軀止不住的打顫。即便是那2個一直以來以火力為終生信仰的特種戰士，此刻也第一次從心底升起一個自我懷疑的念頭：我活了這麼多年，我所見的這個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實的世界？恐懼在每個人的心頭蔓延，咔嚓咔嚓，所有人手中的手電在這一刻都開始故障般忽閃忽滅，本就緊繃到極點的心弦被這斷斷續續的不光扯得幾乎要崩斷。在場的人裡最害怕的其實是石瑞龍，他下意識往後退了半步，後背卻猛地撞上一面冰冷堅硬的石壁。什麼？石瑞龍驚慌地回頭，腦海中清清楚楚記得自己方才就站在入口處，那裡空無一物，怎麼現在就憑空生出一堵牆來？而另一邊本該畫滿壁畫的牆面，此刻卻空空如也，像是被什麼東西生生抹去。石瑞龍口中不斷低語，視線在墓室裡慌慌張張地掃來掃去，渾身抖得越發厲害。古遠人注意到石瑞龍這副模樣，也立刻察覺到了墓室中其他一些正在發生的微妙變化。這種遠超常識的情形，即便沉穩如他這位領隊也不禁頭皮發麻。可恰恰是在此刻，他對那位小天才的信服反而又加深幾分。如果真是海外人，又怎麼可能做出這種步步精準、毫無偏差的指點？然而考古院那邊的態度卻似乎100%篤定對方別有用心。墓室內依舊籠罩在令人窒息的凝重之中，沒有人再發出任何聲響，就連方才發了瘋的焦菊鎮，此刻也呆滯地站在原地，如同一具被抽去魂魄的空殼。棺椁中那雙青綠色的手臂就那麼紋絲不動地倒順着，仿佛亘古以來便長在那裡。叮鈴鈴！忽然間，一道突兀的手機鈴聲撕破死寂，所有人渾身一顫，冷汗再度狂湧而出。2名特種戰士差點當場扣動扳機，等回過神來才發現，只是一部掉在地上的手機正在震動。眾人齊齊鬆了一口氣。距離最近的石瑞龍在所有人的注視下彎腰撿起手機，手指還在發抖。他按下接聽鍵，聽着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，瞳孔微微顫動，嘴裡下意識地喃出幾個字：什麼？海外人布下的局？這一句話把在場所有人都聽愣住了，眾人面面相覷，每個人的表情都像是在說：難道我們剛才經歷的一切都是假的？石瑞龍一邊應着一邊站起身勢，這一切都是海外人搞的鬼。掛斷電話後向眾人轉述，他們事先在附近布撒了大量病毒，而且推測這種病毒可以導致人精神錯亂、行為失控，就像焦教授那樣。眾人聽完，臉上依舊是揮之無去的困惑。古遠人皺着眉，那這堵牆呢？抬手指向旁邊那堵石牆。石瑞龍張了張嘴，勉強擠出一個尷尬的解釋：或許是我們的集體幻覺，實際上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從另一邊進來的。話說到這個份上，所有人依然驚魂未定。這猜測不是全然沒有道理，但就是生硬得讓人難以信服，像一塊根本塞不進拼圖的碎片，被人拿錘子硬往裡砸。而在眾人舉棋不定之際，直播間已經徹底炸鍋。不少人根本不信所謂的海外人說，但很快便有人帶起了節奏。很可能就是海外人在搞鬼，而且我覺得，那海外人就在考古隊裡，唯一能動手腳的只有現場的人。再配合那個小天才的彈幕同步下毒，讓焦菊鎮發瘋，製造恐怖懸疑效果。樓上說的有道理，這麼一來，小天才是海外人的說法基本可以錘死了。沒錯，我也覺得小天才問題很大。你們看，從焦菊鎮突然發瘋之後，小天才就再也沒發過彈幕，這說明什麼？跑路了呀！有道理，有道理。9527，快點抓人，抓人！直播間彈幕的風向轉得極快，當越來越多的人認定小天才就是海外人之後，這個結論幾乎被釘死在公屏上。而身處密室中的葉玲玲，此刻正用手背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淚，委屈的肩膀微微發抖。玲玲不是海外人，玲玲真的不是海外人。爸，你怎麼還不回來？你怎麼還不回來啊？媽媽有危險了！媽媽真的有危險了！
他試過給葉凡清打電話，卻發現老爸的手機根本沒帶出門，此刻正靜靜地掉落在密室角落。那一瞬間，一種徹骨的慌張與無助攥住了他，但他只是深吸一口氣，抬手狠狠地擦掉眼淚。為了媽媽，他把那本盜墓日記攤在膝上，用出比平時學習強上100倍的專注力，瘋狂掃視上面的每一行字。忽然間，他眸光一凜，死死盯住其中一頁，那一頁上分明就記載着應對眼下這種情況的方法。媽媽可一定要相信玲玲。他沒有打算暴露身份，如果現在跳出來說我是葉玲玲，媽媽在恐懼之上只會多添一層困惑與不信。與其那樣，不如繼續頂着小天才這個名字，只要能幫到媽媽，被全網罵成海外人又怎麼樣？主墓室內，楊悠悠始終留了一份注意力在彈幕上。對於小天才是海外人的說法，他心底始終抱着相當程度的懷疑，說不清為什麼，就是一種沒來由的直覺。他覺得那個賬號背後的人說的話值得相信。他看完彈幕，快步走到古遠人身旁。古老，小天才說在東南角點上蠟燭，然後把棺材蓋重新蓋回去。什么？在丁丹角點蠟燭，然後再蓋棺材？一旁一個叫朱善忠的考古學者當即冷笑出聲：一個海外人的話還能信？還點蠟燭？誰知道這墓室空氣裡混了什麼氣體？到時候一點燃，話沒說完，蠟燭。古遠人便抬手打斷，聲音不容置疑。這斬釘截鐵的口吻讓朱善忠立刻閉了嘴，但周圍的人眼神裡依然寫滿不解。那好歹是海外人，海外人有幾個安好心的？可古遠人已經發話，沒人敢違抗。石瑞龍反應最快，立刻從背包裡翻出蠟燭。這蠟燭本來是備着用來檢測墓室通風狀況的，和玄學沒任何關係。倒是陰差陽錯正合了眼下這局面。他掏出打火機，剛要點燃，